刚刷到巴西豆农集体愁眉苦脸的消息，真把小编看乐了。前阵子还拿着大豆坐地起价，把中国需求当筹码的巴西农户，如今却眼睁睁看着中国重启美国大豆采购，手里的豆子瞬间不香了。不少人急得直拍大腿，直呼这报应来得也太快了。不过，如果你以为只有巴西豆农愁眉苦脸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美国豆农现在也不好受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即使现在中国复购美国大豆了，美国豆农依然笑不起来，因为他们发现，按现在的价格把大豆卖给中国，虽然库存销了，但卖一亩就要亏一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今年年初，中美关税摩擦持续升温，于是中国干脆切断了美国的大豆订单，而巴西作为全球最大的种植商之一，吃下了中国大部分订单，最高峰时达到了90%。不过，随着订单数量的暴涨，巴西野心膨胀，以为中国离不开它了，就突然坐地起价。原本580美元一吨的豆子猛涨到650美元，比美国还要高。换算汇率计算，国内榨油厂每出1吨油就要亏损200多元，于是这种敲竹杠的行为很快遭到了中国反制。国内数百家榨油厂反将一军，团结起来，一致取消巴西未来2个月的大豆订单，总吨位约800万吨，价值高达40亿美元。这下巴西傻眼了，原本以为可以稳稳拿捏中国，结果现在数百万吨大豆卡在码头出不去。要知道，巴西作为农业大国，大豆出口占巴西农业收入超30%，可谓是举足轻重。若是这批200万吨及其后续出产的大豆继续滞销，种植户和商户将遭到重大打击。而且最糟糕的是，南半球高温高湿的雨季即将来临，如果大豆继续留在仓库，就会发臭发霉，到时候巴西豆农恐怕会倾家荡产，连哭都没地方哭。据悉，巴西的巴拉纳州已有12%农户因资金断裂而放弃来年耕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巴西已经紧急启动降价了，每吨大豆比最高点便宜了200元，只希望能挽回中国。不过中国并不惯着巴西，在中美关税谈判初见成效之际，中国居然重新购买美国大豆了。据10月30日媒体报道，中国已在上周分3批购买美国大豆，总计为18万吨。美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，这是一个开头，未来中国会重新恢复购买美国大豆，重新成为主要消费者。众所周知，美国的大豆农民这几个月过得挺惨，仓库里堆得像山一样的大豆卖不出去，市场价格一跌再跌，已经跌到了10年低点。美豆种出来没人买，就只能压在仓库里等烂，这种事放在谁头上谁都要急。过去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买家，一年进口2000多万吨美豆，占了美国出口的一大半。可是从今年5月开始，中国几乎没买过1粒美豆，到9月更是直接零进口。美国大豆协会早就发出了红色预警，警告说再这么下去，农民的损失将以天文数字计算。可问题是，美国政府那边嘴上硬得很，特朗普一边喊着要打贸易牌，一边又得安抚中西部那些票仓农民。这些人手里握着选票，心里装着大豆，如果他们日子不好过，那可不只是农业问题，而是选票问题。现在中国突然下了3船订单，美国农民真是松了口气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好歹让仓库有了点动静。但小编也注意到，部分美国豆农对如今中国的复购并不感冒，因为美国豆农的现状是卖1吨亏1吨，越卖越亏。当地时间10月31日，艾奥瓦州大豆农场主汤姆·威尔逊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算了一笔账：2025年每英亩大豆产量约50普舍尔，按当前价格每普舍尔8.2美元计算，每英亩收入仅410美元，扣除种子、化肥、机械租赁等成本后，每英亩亏损近80美元。我种了25年大豆，从未见过这样的行情，现在连支付农场贷款利息都成问题。这种价格倒挂的现状，让豆农陷入卖就亏更多，不卖就积压的两难境地。仓库里的大豆每多存放1天，就意味着仓储成本和资金压力的叠加，但低于成本价出售又等于直接吞噬生计。政府承诺的30亿救助金卡壳了，我们只能在亏损卖和烂在仓之间2选1。
伊利诺伊州农场主麦克戴维斯无奈表示，农场破产，数量攀升，豆农被迫出售农机，甚至祖传土地求生。这场关税战的后遗症正让美国大豆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但尽管如此，美国大豆委员会董事成员罗布·埃沃特还是表示，这是非常好的消息，我非常感激中国。关于中国复购美国大豆一事，有网友认为这是中国在服软。对此，小编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策略和姿态。而且2024年中国大豆需求量为 1.1 亿吨，这18万吨对应中国的实际需求量的比例非常低，所以中国复购美国大豆一事明显就是一种姿态。当然，这不仅是一种姿态，也是一种策略。买一点美国大豆是好事，一来平衡巴西、阿根廷市场，防止他们坐地起价；二是美国如果不种大豆，改种其他的东西，中国就失去了一张牌。所以让美国农民继续种大豆是有利的。中美贸易层面不仅仅是在特朗普的2个任期开始的，而是长期存在的矛盾。这不仅是两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，而是国家利益的冲突。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，彼此竞争是多领域、多方面、多渠道的全方面的竞争和博弈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只是特朗普把这种正常的竞争博弈具象化和激烈化了。实际上，中美的大豆博弈是中国经贸关系中的长期角力与战略考量。在中美关系的复杂棋局中，大豆贸易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农产品进出口往来，而是承载着贸易平衡、经济安全与政治博弈的关键棋子。这场跨越10余年的长期角力，既折射出两国经济结构的深层交织，也见证了全球经贸秩序的动态演变。每一次采购变动背后都暗藏着双方的战略权衡与利益考量。中美会谈前夕，特朗普就芬太尼关税松口，这是特朗普在结束日本之行前往韩国参加 APEC 峰会的专机上说的。抵达韩国后，他又表示中美能够达成协议，这样的结果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。那么中国也一定会就此恢复采购美国的大豆。如果有些人一定要说中国买美国的大豆是怂，那么特朗普对芬太尼关税松口，这算是什么？而且有一说一，在中美的长期博弈中，中国已经逐渐摆脱了对美国大豆的单一依赖。对内，中国通过专项补贴、推广玉米大豆、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等方式，激发农民种豆积极性，推动国产大豆产量连续3年稳定在2000万吨以上。虽然仍难以满足 1.1 亿吨的年消耗量，但有效提升了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能力。对外，中国大力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，将采购重心转向巴西、阿根廷等南美国家，同时积极开拓俄罗斯、南非、尼日利亚等新兴供应市场，形成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供应链布局。这一战略调整既破解了美国的关税施压，也让中国在全球大豆市场中掌握了更多议价权，改变了过去被动接受价格的局面。而近期中国国有企业重启美国大豆采购，并非简单的市场选择，而是中美经贸关系缓和背景下的战略破冰。此次采购发生在中美第5轮经贸磋商之后，美方承诺以尊重平等态度对话，双方紧张关系有所缓解。中国的采购行为既是对美方关税延期诉求的善意回应，也是将纸面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一步。从经济战视角看，此次采购恰逢巴西大豆出口价同比上涨 32%， 且港口拥堵导致运输延迟，而美国大豆因库存积压，价格处于低位。中国通过灵活切换采购渠道，既填补了国内供应缺口，稳定了原料价格，又利用了市场杠杆，打破了巴西在大豆市场的短期垄断，实现了经济效益与战略利益的双赢。从政治维度看，此次采购更是精准击中美国的民生痛点。美国农民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选民群体。此前中国停止采购美国大豆导致的产业困境，已成为制约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。中国恢复采购，直接缓解了美国农民的生存压力，为特朗普政府减轻了政治负担，也为后续谈判创造了宽松氛围。同时，中国也通过这一举措传递明确信号：合作则互利，对抗则两伤。中国有能力通过经济手段影响美国内政，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不会让步。而未来中国是否继续扩大美国大豆采购，仍取决于美方在关税减免、台湾问题等关键议题上的表态，这也为博弈留下了弹性空间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